七夕灯会向来是并州一大盛事，这2支大军都在并州，这拜帖送来，不知哪一家能答应啊？哎，只盼不要有纷争才好啊！把你们小白脸公子叫出来！什么小白脸？我看你们镇西军才是吃白食的小白脸。2派大军闹成这样，迟早会打起来，城中无法安定，遭殃的是咱们呐！ 2位久等了。啊，不敢不敢。我家公子说了，并州城大局初定，人心惶惶之际，正是需要举办一场热闹的灯会，百姓们放了心，日子才能过下去。百姓们过得好，才是我们起兵勤王的初衷。到时候，我们崔家军上下，包括我家公子，皆会出席。届时还要有劳2位。是。看来镇西军是不打算出席啦。不是，你家公子把我家将军吩咐的话都说完了，镇西军上下也皆会出席。啊，多谢多谢。耳朵那么厉害有什么用？嘴那么慢。皇孙为何会到此处来？我有事情要请教何校尉。他不过我军校尉，若是军务，皇孙不妨直接告知于我。那小事而已，不必劳烦崔公子了。听说前几日，何校尉被困于韩立府，皇孙颇为照拂何校尉，他才能先行脱困。皇孙这般相助，我应当好好设宴，感谢你才是。你们崔家军是秦王之师吗？应该的。哪里？我与何校尉自小一同长大，情分非比寻常。皇孙如此照拂何校尉，就等同于照拂了我。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。公子怎么来了？就是忽然想来看看你。见过皇孙。年里，今日事起仓促，姑娘没有受伤吧？需要找个大夫瞧瞧吗？方才军中小裴将军已嘱咐大夫来看过，幸儿只是有些小小擦伤，无碍的。妾是特意来谢过皇孙的。今日若没有皇孙，妾早已命运黄泉。不必客气，举手之劳而已。也不用叫我皇孙，在军中叫我军职就行。进来吧。天气已经转凉，公子穿这么单薄就出门，难怪会咳嗽。要是让桃子知道，又该埋怨公子了。无妨。今日我从旁观察，那位李皇孙的确如你所说，是一位难得的将才，不容小觑。李逆的确是谋略过人，镇西军能征善战，若是能与之联手，必定是事半功倍。但如果彼此成了敌人，说实话，如果有李逆这样的对手，恐怕咱们是占不了什么上风的。镇西军为秦王的名头给居住了，无论如何，不至于与我们为敌。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你可有家人在这城中？我让老鲍派人送你回去。魏相将军明言，妾家姓顾，小字婉娘，本是京都人士，月前奉父亲之命回并州老家祭祖。并州顾家，我记得顾相也出身于并州顾家。听闻在朝上大骂孙敬乱臣贼子，后被下在狱中。那便是妾的父亲。后来孙敬为收买人心，将家父从狱中放归，软禁家中。妾因此请命回并州祭祖，替父亲祈福。原来你是顾相家的小姐。家国倾覆，亲长险遭不测。幸而今日得见镇西军，真乃军威赫赫，所向披靡。妾愿将并州家中存粮献与镇西军，
望将军旗开得胜，早日收复京都。这样不仅天下百姓得救，妾的父亲也有救了。顾相忠义，顾小姐又有贤良义举，不愧是忠良之后。婉娘有一事相求，望将军务必答应。顾小姐尽管开口。如今战乱四起，并州距京都甚远，婉娘恐怕难以孤身回到京都，请将军答应让婉娘随军而行，这样也有幸可以亲眼见得镇西大军收复西长京。这大军行军十分艰苦，实在不方便带着女眷。不论行军如何辛苦，婉娘都吃得了苦。若将军有顾虑，我和秋翠街扮作男子，绝不给将军添麻烦。我还是派遣一队人马，护送你们回京吧。将军忙于军务，婉娘亦不愿将军再分兵保护婉娘。只要将军答应让婉娘远远跟在大军之后就行。那好吧，那你就扮作男子，随在军中吧。多谢将军。站住！拦住他！没规矩的东西！婶娘，教一教他们规矩。是。太子妃为内命妇，超品；国夫人为外命妇，一品。太子妃品质远超国夫人。国夫人如见太子妃，须行叩拜礼。怎么，这意思我还得拜礼了？魏国夫人为大都督之妻，大都督功高勋重，太子妃说了，魏国夫人入宫可免礼。我是太子妃身边的女官，正6品；你是魏国夫人身边的婢女，5品制。怎么，一个5品制的婢女想在宫里对6品的女官动手？你这是尊卑贵贱不分，毫无规矩。好一个伶牙俐齿的贱婢！国夫人谬赞了。大都督何等谦逊有礼，国夫人如今出入宫闱，必也得明规矩，守礼仪，方不惹人耻笑。耻笑？我倒要看看，现在谁敢耻笑我！没规矩就得叫！你个贱人！哎呀，阿姐不要再哭了。不瞒阿姐说，外面这风言风语传的确实难听，可毕竟这萧氏是先太子妃，先太子既然已经自强，他若是个懂事的人，就该训了先太子，即使不训，也应该出家入道，为先太子守节。不过大都督如此英明睿智之人，怎么偏偏被这萧氏所迷惑？他定是给你姐夫下了蛊。你想想，这么多年，在这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的姬妾，他何曾偏宠过一人？再这么下去，可怎么了得啊？阿姐莫慌，如今前方战事连绵，大都督还指望我们陈郡元氏替他征战筹粮，必得给我等3分薄面。只是这个萧氏一心留在宫中，说不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图谋，不愁抓不到他的把柄。届时我与叔伯兄弟们商议，劝大都督杀了这个妖孽，替阿姐出这口恶气。下去吧。哼，可看卿且浅，想去复几许？哼，既然又到七夕了，当年就是在七夕那晚，你我第一次相遇。
早知今日，当初莫若不相逢。你又说这种负气的话，难道还在为魏国夫人置气呢？我在宫里待的时日长了，这种事儿见多了。捧高踩低，不遗余力，一旦落了下乘，尽管糟蹋。今日魏国夫人掌过我的女官，我若不还手，哪一天她还会下令镇杀了我？难道大都督会为了我为难你那堂堂的正妻吗？那倒不至于吧。陈俊元氏乃大都督的妻族，大都督一向倚重，妾今日得罪了魏国夫人，自请出宫去修道，也不在这儿碍旁人的眼了。哼，你倒是激将起我来了。妾怎敢激将大都督啊？妾就怕继续待在宫里，有一天不明不白的死去，还不如出去修道，免得聒噪。那我倒要看看，天下哪间道观能搁得住你啊！哼！你给我建一座道观，要在山清水秀之处，离西长京很近，这样你出宫就很便宜。不过，也许等我出宫不到3、5日，你也就把我忘了吧。你真的要修道？我不想待在宫里了。魏国夫人不是一个心胸开阔之人，免不了处处为难我。再说，这宫里的人人人一张利嘴，我不想被他们说3道4的。修道的事儿，你就别想了。不过，你身边的那个慎娘，看着就是个有福气的人，不如就让她带你出家吧。大都督还是说出了实话，为了魏国夫人的情面，居然让我的女官出宫修道，那还不如赐我一壶鸩酒，让我和慎娘即刻饮下便是。她是你的女官，冲撞了魏国夫人，总要个交代吧？那魏国夫人的婢女呢？是她冲撞了我，难道也要让她出家修道吗？你看你，什么事情都要掐架要强的。大都督若一视同仁，处置那婢女，我就让慎娘出家修道，否则免谈。哟，缝袍子呢，我来帮你。得了吧，缝的还没有我好呢。上次缝你自己那个烂袜子，针脚长得跟蜈蚣一样。哎，问你个事儿啊，我听说你让顾小姐穿男装，随咱们大军一起走是吗？是啊，人家一个人带着一个丫鬟，想回京都，千里迢迢四处打仗，没准就把命丢在路上了。与其这样，不如跟着我们大军一起走。第一次啊，我第一次看到你这么怜香惜玉。你是不是不打仗就会闲得变成街边碎嘴的老太太？哎呀，不是，我是真觉得这个顾小姐不错，配得上你，配得上。原来是你看上人家顾小姐了。我？照说，我跟裴大将军写一封信，替你求签。哎，不是，这胡扯什么呢？明明是你好不好？破天荒了，让一个女流之辈在咱们大军当中，现在还和我东拉西扯的。女流之辈怎么了？
你看人家崔家的何校尉，机敏狡黠，善于用兵，胜过世间不少男子。哎，我听你这话的意思，你看上的不是那个顾小姐，而是那个何校尉吧？胡说八道！我胡说八道。 校尉，校尉，风车，你留在客栈的风车我给你取回来了，快给我看看。哎，不过校尉，就这么一只风车，你怎么还巴巴的留在客栈柜台上，又特意让我去取回来？你看，这不过就是市面上卖的小玩意儿，既不精细也不值钱，哦，还破了，留着干什么？破了，啊，你看。 交给掌柜的时候明明还好。是啊，校尉，咱们晚上一起去看灯会吧。晚上我还有事，就不去了。是要陪公子去主持灯会吗？众目睽睽坐在灯棚底下，让人议论，我才不去呢。那校尉有什么事吗？我是怕那个镇西军会另有计划，我得去探探他们到底有什么动作。好，那我陪你一起去，给你做个帮手。啊，不用。你去帮我看好镇西军的那个谢长耳，这个人不但是李逆的亲信，还能听风辨物，你可得把他看牢了，不能让他有机会暗中行事。哎，我说耳朵，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啊？明天晚上七夕灯会，石七郎下令当众斩杀韩立，为镇西军立位。是啊，石七郎让咱们布置的不都安排好了吗？可是他让我引走桃子姑娘，不让她跟着何校尉，这是为何？既然是有人不想让桃子跟着何校尉，自然是有人想跟着何校尉啊。你就照石七郎说的做吧。可是我如何才能引走桃子姑娘？把她打晕。他又会下毒，心眼又多。我真要跟他动手的话，我不是他对手啊。我说你啊，
就是个榆木脑袋。你把桃子姑娘约出来看灯会不就得了吗？哎，给，好好想想吧。桃子姑娘，桃子姑娘，今天七夕灯会，不如我们一道赏灯。你为什么邀我一起看灯啊？因为今天就我一个人，其他人都有事。我看桃子姑娘你也是一个人，不如我们就一道。所以你是闲极无聊才邀我一起的啦？不是桃子姑娘，我没那个意思。哎，算了，你就当我没说吧。站住！你想邀我看灯就邀我一起，来了你又说算了，你拿我当什么了？不是桃子姑娘，我答应你了。啊？晚上一起看灯啊？哦，谢谢桃子姑娘。不用谢，毕竟也省去了我的麻烦。什么麻烦？小心！今天怎么想起来这样打扮啊？太好看了！为了出来看一看，当然是要换身装束了，这样才好降低别人的防范之心啊！真高明。走吧，去办正事。你今天真美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请。好看好玩的风车了啊！哎，老张，我想要个风车。啊，你选吧。哎，就要这个吧。好嘞。付钱。你喜欢风车啊？那倒也不是，不过我们家校尉有个风车，插在书架上，他每天看到那个风车，心情就可好了。上一回风车坏了，他还不肯扔，特意精心修补好的。但这个风车也不贵啊，才2文一个。啊，就是嘛，我也是同他这么说的。我说，要不然我陪你买一个新的吧。但是他说我不懂，说什么风车不能自己买，要别人送的才有趣。所以刚才我看到那个人，我就想，我也一定要别人送我一个。我倒是要看看，别人送的风车到底是哪里有趣呢？所以你才要我花钱给你买？给本姑娘买风车，你应该觉得很荣幸吧？荣幸荣幸。
这别人给买的风车，到底哪里有趣？我怎么看不出来？满船星梦压星河，这里可真美啊！劳兰关的星星比这里要大很多，也要低很多。半夜躺在沙漠上，天黑的像丝绒一样，好似一伸手就可以摘到星星。在我们平凉有一望无际的草原。小的时候，爹爹带我出去打猎，有的时候我在马背上睡着了，醒来一睁开眼睛，看到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的，就像快要掉下来的糖粉一样。我从小在京中长大，自从学会骑马之后，我便经常独自一人驰马去乐游原。乐游原是京中名胜之地，它的地势奇高，站在那儿可以俯瞰整个京都。万树鸣蝉，隔岸红，乐游原上有西风。西河自衬鱼泉素，不放斜阳更向东。原来你喜欢这首啊，可我喜欢另一首。等等，我知道你喜欢哪一首。什么？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是不是这首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一首啊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因为我知道李皇孙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我就知道你会喜欢这首。何校尉可真厉害啊！知己，我喜欢。胡说，我又没说过我是你的知己。我又没说你说了你是我知己。哎，我的裙子怎么都湿了？糟了，穿漏水。崔公子、裴将军莅临七夕灯会，令并州蓬荜生辉。老朽斗胆，请二位为七夕许愿灯赐字，请。我们先写吧，来，把灯拿上来。好字，好寓意。哎，小裴将军，咱们就写些实在的，就写啊，都娶上娘子，都拿上来吧。哎，咱们镇西军上下都是光棍，简直一支光棍军，连这个愿望都不给许啊！风调雨顺，好，风调雨顺，好。哎呀，这要是在劳兰关啊，生这么一堆火，必然要烤一只黄羊，烤得油滋滋的，别提有多香了。小的时候，阿娘也经常在火堆里面给我烤芋头吃。
那下一次有机会我烤给你吃。说的我都有点饿了。走，带你吃东西去。这馄饨味道还真不错啊。谢谢小娘子啊，这是我家自己调的骨汤，因此啊，这滋味十分不错的。店家啊，今晚生意可好？哎呀，这会儿没多少人啊，所有人都挤去看展韩丽了，杀头啊，杀的还是那个原来威风凛凛在并州城的韩公呢，嘿。公子，都已安排妥当。时辰到，杀韩立，聚河山。救主公！走。哎，两位，看看我们家护腕吧，这可是上好的水牛皮啊，我老婆子一针一线缝出来的，3层皮特别结实。公子啊，您是习射之人吧？带上它再合适不过了。还不错。小娘子，给你夫君买一个吧。哎，我都帮你修好了风车，你是不是应该送我一样东西啊？他不是我夫婿。啊？哎，这明明很相配，难道是我看错了？店家，刚才那位公子在问什么？嗨，护腕问了又不买，哎呀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哎。看来皇孙算无一策，另行安排了一场大戏啊。何小伟，你这么一夸我，我总觉得我计划还不够周密。蓝河水十八弯，第一弯就是那银松滩，银松滩里鱼儿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哎呦，石七郎，石七郎，怎么弄成这样？没事。石七郎，怎么样？该杀的杀，该抓的抓，一个不落。东西呢？老黄，拿出来。护符啊，可是俺找到，就在这儿。就在这儿呢。这些人，他们也太笨了，连引蛇出洞都不懂。不是他们笨，那是石七郎太聪明，太笨，太聪明，太笨，太聪明。东西找不见了。哎，你不是放怀里了吗？你刚说要借虎符消杀气，你快找找，放哪儿了？哎，老二是不是在你这儿？没有。既然你们崔家军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也不必藏着掖着了。陈醒。虎符，你快放在这儿！快交出来！喂，小娘子，你不是皇孙的爱妾吗？不是要和石七郎私奔吗？你虽然是崔家军的人，但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吗？现在怎么反倒过来帮这个小白脸坑咱们呢？就是。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胡说八道！你们小两口闹别扭，也不至于闹这么大吧？闭嘴！李皇孙，你这是何意？如何说我的下属是你的爱妾？你又怎能如此？放任他们侮辱我崔家军？哎，他可是自己说的，他亲口跟俺们说他是皇孙的爱妾，还要跟俺们石七郎私奔呢。他怎么会帮你这个小白脸？阿英，公子，当时在山寨遇险，我才假借皇孙家眷的身份，这帮人不明就里，才如此误会。
侯校尉，借度说话。我们走吧，不要跟他废话。公子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你怎么猜到的？这几日你的人把韩府几乎翻了个遍，我就知道，你虽然抓到了韩立，但是没有找到虎符。所以你就不再费力气搜虎符？韩立这个人多疑狡诈，既然没有随身携带，又把韩府整个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，那他肯定就是放到了自己最信任的亲信身上。而你散布出消息，今夜在假意要杀了韩立，以此来引诱韩立残部出来救人。你这一招引蛇出洞，确实不错。而你呢，只需要盯着我的人，就可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没错。那我还有一事不解啊！你答应我共邀七夕，是为了同我赏灯啊，还是为了亲自盯着我，以免我发现你暗中有安排？那你呢？主动约我出来，到底是为了跟我一起游船，还是不放心我，怕我有所察觉，会坏了你的事啊？彼此，彼此。承让，承让。歇一会儿。年年想了法子，让我出宫去修道，会安排你混在随时修道的宫女里面，跟我一起出宫。不要怕，应该就这几天，很快就可以出去了。有人来了，我走了，你保重。阿姐，阿姐，哎呀，大都督已经下令，让萧氏身边的那个女官作为替身，出宫修道去了。什么？只是让那个女官出宫？那萧氏那个贱人呢？还安然无恙的在这宫里气我？阿姐急什么？大都督既然已经迷恋萧氏，那咱们就得一步一步来。俗话说得好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只要我们把萧氏身边的羽翼都给他剪除了，还怕没法子弄死他们啊？她是顾太子的太子妃，跟叛军勾结，那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吗？阿姐，这萧氏只是一个区区贱妇，让大都督迷恋也只是一时的。哼，既然他如此跋扈，那我自然有法子杀了他。阿姐放心，我马上就回洛阳督战。只要我们袁家在阵前继续立下功勋，阿姐在大都督心目中的位置就固若金汤了啊！校尉，这可是我新研制的麻药，喏，已经涂在剑上了，你试试。我看看。小姐，当时皇孙救你的时候，就那么把袍子解下来往你身上一披，他动作真是太潇洒了，我在楼上都看呆了。皇孙答应咱们追随在他身边，咱们以后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。多亏有皇孙。小姐，你说皇孙会喜欢这个庇护案吗？他定然是会喜欢的。我只加了一点点麻药，就已经见过何校尉。顾小姐多礼了。何校尉这一身劲装，真是英气好看啊。小姐，皇孙让咱们穿男装随大军而行，我看何校尉这身装扮甚是好看。小姐何不向何校尉请教，照着样子剪裁一身？多嘴。何校尉是军中历练出来的气魄，所以英气勃勃，洒脱好看。我要是也穿上这一身，只不过是画虎类犬罢了。无妨。
我的衣裳都是桃子帮忙打点的。你没有穿过男装，不知道他们其实袖子这个地方做的很是大，还有肩颈处做的也很是阔大。市面上买回来的男装都需要改过才行的。桃子，回头把咱们做过的图样送到顾小姐房中去吧。好。如此，多谢何校尉了。顾小姐客气。哎，是这件衣服吧？哎呦，这可真是买大了，不好剪裁的。不是，这是皇孙借给我们小姐的衣服，我们小姐亲手洗净了，要还给皇孙去。秋翠，你有多嘴？其实是上次皇孙出手相救，便借了这件外衫替我遮挡。何校尉切莫误会才好。啊，哪里？顾小姐何出此言？如此，就不耽误顾小姐了。小伟，他们怎么说话总像绕着什么弯子，一拐18弯的。她们是闺阁中的女子，行事做派自然委婉含蓄。哦，好了，别看热闹了。哎，可他们总提到皇孙，可皇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跟他们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知道皇孙跟他们没有关系呢？公子一看就是习射之人，带上他再合适不过了。还不错。小娘子啊，给你夫君买一个吧。哎，我都帮你修好风车，你是不是应该送我一样东西啊？这个阿爷就是嘴硬心软，真好看。何校尉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呀，有些人就是这么的嘴硬心软。这一大早上出去忙活了，也不让我知道。哦，是吗？哎呀，明明说着不送，最后还是送了。看来送给皇孙护腕之人，一定是皇孙十分重视的。那当然了。只是我觉得，虽然我重视他，但他更重视我。如此，便要恭喜皇孙。哎，你觉得送我护腕的这个人，跟我的爱妾比起来怎么样？皇孙慎言，当初我是为了脱身权宜之计，才出此言诓骗了诸人。可没想到皇孙居然口齿轻薄，公然在我家公子面前辱及我名誉。这么在意你家公子？那是自然。为什么？之前不便为外人知晓，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。其实，我是我们家公子的侍妾，所以还请皇孙慎言，以后莫要在我家公子面前辱及我清白。走了，桃子。小薇，你为什么要跟皇孙说你是公子的侍妾啊？今日的谈判正到要紧处，要想乱了他理皇孙的心神，必须得有一个出其不意的消息才好。啊，乱他心神，你就要这样说，那不是有损你女儿家的清誉吗？你跟公子之间清清白白，明明压根儿就不是什么他的侍妾，这样同外人说自己，以后还要不要嫁人？傻丫头，这世上能娶我的男人，才不介意我这么说呢。哎，不对啊，你以前总是说这世上能娶你的男人，只怕还未出生呢，怎么今天忽然就改口了？你终于发现这世上有能娶你的男人了，是不是？快告诉我是谁啊？他是……我就不告诉你，快走吧，啰嗦。哎，告
诉我嘛，我想知道。建州守军认服不认人，我们崔家军既然虎符在手，那建州已然是我们的了。那你们倒是拿虎符去呀！别以为老子不知道，你们不就想要韩立吗？凭虎符进城，以韩立相协，如此就能不费一兵一卒拿下建州城。并州城已经是你们的了，靠着韩立有何用处？那你们就把挪扣的军粮统统还给我们镇西军。今日也该有个结果。怕是那位皇孙没有那么好说话。韩立，我要定了。哎呀，公子啊，你的束发松了，我帮你去梳一梳吧。好。石七郎，其实关于崔家军的何校尉，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不当讲。好。我们家公子说了，都已经谈了数日，依照昔日盟约，这韩立被镇西军所得，那并州城就归镇西军所有；但这虎符被我们崔家军所得，这建州城就理应归我们崔家军。虎符明明是我们先找到的，你们用计夺了去。还有，并州城明明是我们镇西军所有，你们却抢先入城，抢走粮草。先还了粮草，再说建州的事儿。事已至此，不如大家心平气和，好好商议一番。哼，说的比唱的好听。什么商议？你们就是想占我们镇西军的便宜。这位勇士，话不能这么说嘛。既然是商议，那吃亏让步，我们崔家军也都是可以的。行，那你们说说，你们打算怎么吃亏啊？皇孙殿下不是想匡扶社稷之将倾，收复东西两都？可以你们镇西军现在的存粮，别说收复东西两都了，怕是连洛水的边儿都摸不着。若是在并州继续耽搁几日，只怕这存粮会越发不够。现在你我二军就建州的问题一直争执不下，但按照规矩，这虎符既然已经被我们崔家军所得，那这建州城就理应归我们崔家军。只不过我们想讨要韩立，图个方便，所以我们家公子刚才说了，我们打算吃点亏，送给你们50车粮草，这样也能助你们早日拔营去往洛阳。以贵军这悍勇，还怕打不下洛阳吗？哼，你这话说的，感觉我们像捡了一个大便宜。50车粮草，区50车粮草，只够我们镇西军1日2食，勉强赶到洛水之畔。那建州与洛阳孰轻孰重，皇孙殿下不会分不清楚吧？自然。那皇孙愿不愿意用韩立来换足足50车粮草？可以。石七郎，石七郎。好，皇孙殿下自然是一诺千金，只要你们把韩立交给我们崔家军，那我们公子也绝对不会食言，粮草一定会按时送到。哎，石七郎，这50车也太少了吧？老包，你们让我静一静。说吧，有什么计谋？什么计谋？你难道不是故意答应那个何校尉以韩立换50车粮草？是不是打算一石三鸟，趁崔家军不备，把粮草和韩立一并拿下，顺带手的再拿下建州？粮草韩立兼得，且拿下建州。有好法子吗？现在不应该是你胸有成竹、早有预谋的吗？不然你为什么那么轻易就答应那个何校尉这么苛刻的条件？我有一个朋友，啊？我这个友人，他看中了一个姑娘。等镇西军交出韩立之后，让左营带着韩立跟虎符立刻拔营前去收复建州。
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。不用，眼下有了韩立跟虎符，建州城必定是手到擒来。反而现在洛阳才是最棘手之处。我猜测李逆拿到粮草之后，一定会直指洛阳，我们一定要抢在他的前面。那你这个友人是咱们镇西军中的人，还是你京中的旧识啊？摇什么头啊？说呀！这个姑娘，她不该喜欢。不该喜欢？哎，她难道喜欢上了醉红楼的清官人？哎，其实也无妨，只要这个清官人品性善良，也无所谓的。不是，那是什么？你说呀！他好不容易看上一个人，可偏偏那姑娘已经是别人的侍妾了。哎呀，石七郎啊，石七郎，我算是明白了，你今日如此反常，是因为这件事儿。什么如此反常？我哪里反常了？我说的是那个友人。行，那咱们今日就说说你这位友人。现在国难当头，他还想着情爱小事，他将此事告知于你，说明他心中耿耿于怀，日后肯定还会去纠缠的。倒也不是。哎，行了，他明知道此人有了夫婿，还暗中觊觎。石青郎，我告诉你，色令智昏也。其实，你不用说了，石青郎，我劝你早日和你这个友人一刀两断，否则你不怕近墨者黑，有一天你也喜欢上别人的妾室吗？石七郎，三思啊！啊！哎，今日李皇孙如此失魂落魄，就这么轻易答应了咱们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谁知道呢？那我就让陈醒去安排粮草了。哎，等等，我又想到了一个计策。如果到时候他们的人比我们先到洛阳，我们再伏击，然后……奴婢替娘娘出宫修道，是奴婢的福分。只是奴婢从小服侍娘娘，从府里到宫里，这么多年，奴婢舍不得。娘娘日后万千保重。修道是好事，替我积福，也替你自己积福。我身边还有锦娘，不用挂心。倒是你，保重自己，也替我照顾好江氏。去吧。是。娘娘放心，奴婢走了。大都督，都办妥了。好，去跟夫人说一声，就说我已经替她出气了。可萧妃娘娘那里万一知道了，她是个聪明人，必然会以为是郑国公派人杀了那几位宫女，替魏国夫人出气的。可万一萧妃娘娘想不开，不肯罢休闹僵起来，岂不是对郑国公不利？哼，不过是几个奴婢而已，杀就杀了，
我也说过了，他是个聪明人，他不会因为他们不识大体，以卵击石。皇孙营夜来访，难道是想做梁上君子？你到底是来做什么？我今天来是想还你。还我什么？我来是想向你解释，白天是我误会了，我以为护腕是你送的，言语间多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你以为是我送的？是，后面才发现是顾家小姐送的，不过我已经将护腕还给她了。你以为是我送的，所以带着很喜欢。后来却发现是顾家小姐送的，就还给她了。你是想来告诉我这个？倒也不是，我这不是看见月色正好，正适合抢虎符吗？这回你可猜错了，虎符不在我这儿。我知道。你既然知道，还来这干嘛？我这不是……小伟，你睡了吗？我已经准备睡了。哦，那我也去睡了。好，你快去吧。那你早点歇息吧，小伟。知道了。你捂着眼睛干嘛？脸这么红啊！太热了这儿。今夜露重风寒，皇孙居然觉得太热了。你刚才为什么要帮我遮掩？深夜擅闯女子卧房，皇孙不嫌瓜田李下，我还嫌。我跟你说个正事，今日你用50车粮草换取建州，明显不公。我知道你们崔家在荆州埋伏着人手，我父王被孙敬扣在荆州，我想借你们人手一用，救出我父王。皇孙真是毫不客气呢。我要是偏偏不答应呢？你要是不答应，那我就……阿莹，你睡了吗？我刚睡下。我有要事要同你商议。好，我来了。公子。公子，是不是哪儿来的军报啊？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紧事，只是我听桃子说你未用晚膳，所以才过来看看你。不过我见你气色还挺好的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不过下午点心多吃了点儿，晚上就没什么胃口。
早点睡吧。公子也早点安歇。都打听清楚了，圣娘和江氏的骨灰都被扬在了城外。你看他跟着我一场，却落得一个挫骨扬灰的下场。娘娘，你想哭就哭出来吧。我不哭。即位太子妃，我就要坚强，不能再哭。可是我恨我自己，为什么这么没用？没有保住江氏府中太子的骨血。若有一天我到了地下，太子也是不会原谅我的。娘娘，太孙还活着，若是没有您的话，他都活不到现在。他还等着您呢，娘娘。我知道，为了太孙，我也要好好的活下去。奴婢知道，娘娘忍辱负重是为了什么。圣娘她也知道，她走之前跟奴婢说，她跟随娘娘，死而无憾。锦娘也是，只要娘娘一句话，锦娘就是即刻死了，也欢天喜地，死而无憾。娘娘，不要轻言说死，死是最容易的。太子薨逝时，我若拿一把刀一抹脖子，那是最容易不过了。世人还会赞我一身贞烈，可我心里明白，我不能那样做，我得活下来。我还要好好的与孙敬周旋，也许我还能找机会保住太孙，我还能找机会见机行事，助我大禹王朝光复。娘娘心里苦，奴婢都明白。你说，玄泽这个孩子是不是又长高了？韩畅带着他东躲西藏，也不知道今晚能不能吃饱，能不能睡个好觉。殿下，喝口水吧。韩将军，之前咱们不是商量过假扮成叔侄行路吗？将军叫我阿泽便是了。太孙身份不同，此处四野无人，该守的礼还是应该守的。殿下饿了吗？不饿。韩将军，母妃有来消息吗？没有。来，太子妃心性坚韧，忍辱负重。若不是她机敏安排，我和太孙也难逃过孙敬的搜捕。如今行路既远，太子妃处消息断续，也是常有之事。
妃能平安无事吧？见过皇孙，不知皇孙相邀，所谓何事？同在这并州城，军事纷扰，还未与公子言谈一二。今日备了份薄酒，想请公子前饮几杯。我素来都不饮酒。在下有事相求，请公子赐个薄面。皇孙有事，就直说吧。之前不知何校尉的身份，若有冒犯，还望见谅。什么身份？他的身份？公子何必明知而故问呢？他不过我军校尉，能有什么身份？公子不必隐瞒，我什么都已经知道了。只要公子答应帮我这个忙，我便会保守这个秘密，绝不会让旁人知道。公子放心，我李世基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只要公子答应，我便让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。你不会是想杀我灭口吧，公子？你们崔家军虽然势大，但我们镇西军也在并州。公子能得手吗？皇孙说笑了，大家都是秦王之士。皇孙说吧，你究竟有何事，需要我们崔家相助？但说无妨。我的父亲梁王被孙敬扣在了京中。我知道你们崔家在京中埋伏着好手，只要公子鼎力相助，我就必能救出父王。公子，校尉问起，才知道您往皇孙这儿来了，应该回去吃药了。哎，我说石七郎，你不说今天要摆鸿门宴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摆完了？你说这个崔公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看着斯斯文文，像个公子哥，还真不像个能带兵打仗的人。是啊，他这么一个文静孱弱的人，竟然能从瀛州至此，还打下这么多城池。你说这奇不奇怪？崔乙的儿子应该不会差吧？崔乙那可是当朝的名将啊！以孙敬、裴大将军早先并称国朝三杰。那你说，何校尉是什么样的人？这个我还真看不透。你是知道的，我沙场摸爬滚打10几年，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啊？可这样的人我还真没见过。你说她是个女人吧，她却心狠手快，智谋百出。哎呦，我还真琢磨不透啊。所以我总觉得，这个何校尉身份不简单。他说的每一句话，也不知道有几分能信。对了，石七郎，大军已经准备好开拔，咱们并州的布防也准备妥当，什么时候出发呀？越快越好。校尉，我赶去的时候，公子脸色甚是难看。无妨，公子已经把李逆说的话原本都告诉我了。李逆这个傻才，竟然出言讹诈，想一箭双雕。既想诓骗出我真实身份，又想骗公子答应他救出梁王。
幸而公子没有上当，不过这个李逆已经开始起义了。幸好你已经劝公子早早开拔，陈兵落水。那这儿的东西我先收拾吧。嗯。校尉，这风车咱们还带走吗？扔了吧。真的扔啦？扔了。哦。洛阳，城坚墙高，易守难攻，而且还有那个福原二，他虽然是番将，但他是孙敬旧部，对孙敬一直忠心耿耿。所以十七郎，攻城是下下之策。而且我们的左近还有崔家军虎视眈眈，万一我们攻城失败，将会腹背受敌。洛阳城也并不是没有破绽。孙敬的内弟郑国公，不是在洛阳城督战吗？此人志大才疏，又素来与福原二不和，我看他就是洛阳城最大的破绽。十七郎，洛阳城中派出密使，想见你。请。福公竟孤身至此，果然好胆魄。王孙过奖了，福某无他，为胆壮耳。哎，你必是裴县的小儿子吧？想当年我和你爹一起领兵征伐汨罗的时候，你还在吃奶呢。福公10几年前征伐汨罗时，单枪匹马连闯王帐，直取汨罗王首级。李逆当时年幼，只是当故事听听。如今得见真人，方知福公神勇，确如故事一般。老了，不提当年勇，17郎才是少年英杰啊！前辈面前，怎敢谈英杰二字？请。镇西军和崔家军在并州的事儿，老夫都听说了。这韩立既是皇孙所获，那为何不将建州城也一同获入囊中，反而让崔家占了个大便宜？我们镇西军不像崔家军这么财大气粗，所以只能拿建州换取粮草，我也是无可奈何。皇孙就不想出口恶气，把那崔家的粮草辎重夺过来？福公怕是忘了，我为何兵临洛阳城下？皇孙想要洛阳，福某心知肚明。只是眼下镇西军缺少粮草，人困马乏，强攻洛阳，不过是突然替崔家军做嫁衣，这顿亏，皇孙还没吃够。这世人皆道福公勇猛无仇，没想到这离间计用的也是如此高明。虽是离间，也是实情。皇孙此刻不出手，难道就放任他崔义势大，一路坐收渔翁之利，终成心腹之患？难道他崔义就比大都督还更好相与啊？福公有话，不妨直说。眼下两军压境，福某深受大都督私恩。以皇孙目前的兵力，若要攻破洛阳城，绝非易事。不若在3日内击溃他崔家军，一旦事成，福某立刻奉上城中半数粮草。镇西军只要绕城而过，福某绝不阻拦。皇孙不妨考虑，明日给我答复不迟。好。
老夫先告辞了。哎，我已命人备好了30车粮草，今夜就可送到，作为老夫此行赠礼。福公就不怕我收了粮草之后，转头就攻打洛阳？30车粮草，老夫还送得起。告辞了。韩立这个蠢材，没想到这么快就丢掉了并驾2州。我还以为他经营多年，骑马能耗得镇西军大伤元气，没想到他中看不中用。镇西军和崔家军联手，韩立自不能敌。如今镇西军必然剑指洛水，咱们对百越的大军是不是暂时先撤回来一些？南征百越是开疆辟土之大事。李氏玉朝100年来，数征百越皆大败而归。若是我能够平定百越，便可让天下应服。是，但如今战局危急，征兵吧。再从各道多征一些兵来。李密虽能，但那兵马有限，便是为我也要将他困死在洛阳之畔。还是西域的葡萄酒啊！石七郎，你说这个福元二，那真的就是老谋深算。这招离间计用的是光明正大，我们连反驳的余地都没有。唉，这福元二，此等大将，有勇有谋，却只对孙敬忠心耿耿，真可惜。石七郎，你说他刚才说的话，几分真，几分假呀？明早给福元二回个信，就说我答应了。什么？你答应他要去打崔家军？代替我给崔家军也回个信。你又要干嘛？这不趁着还没有大打出手之前，把该占的便宜连本带利都抢回来。国公，你不能！我是郑国公，你都给我滚开，狗奴才！国公，我要见福元二。国公，好你个福元二，目中无人，悖逆狂妄！我回洛阳已然半月，你竟一直称病不见，你什么意思你？我已然得到密报，说前几日你独自一人前往镇西军大营，私会了李逆。说，你是不是背着大都督与李逆有什么勾当？没错，3日前，我确实去了镇西军大营，还见了李逆。好，既然你都招认了，那就快快交出帅印吧！啊，傅老将军，你可是手握着洛阳军政大权，万一和李逆有什么里应外合的话，岂不是对大都督不利？帅印，那是大都督亲手，除非大都督亲至，否则我是不会交出帅印的。巧言令色你！我见李逆是想逼迫他去打崔家军，两军现陈兵落水，若是联手，这洛阳城就凶险得很呐。最好的法子就是让李逆去击溃崔家军。那照福老将军这么说的话，你还真有法子让李逆打崔家军不成？巧了，这李逆刚派人送了信来，说今日魏氏将出击崔家军，郑国公可有幸随老夫一同上城楼，去瞧瞧热闹？福公一见，成军一诺，今日魏氏出击崔家军。你还是在后方略阵吧，
哪有主帅当先锋的呀？我若不亲自上场，傅云儿怎么会信？再说了，咱们得让崔家军瞧瞧咱们镇西军的实力。 镇西军以全数而输，杀向崔家军。你俩在这打什么呀？之前不是说假打吗？打谁不一样？屁话！你打自己人吧，打崔家军呢？打他们啊！去呀！打！哎呦！你往哪抬啊你啊！竟敢踩你爷爷的手！哟，你不是死了吗？诈尸呢？原来你们镇西军都是这种欺软怕硬、只会诈尸的鼠辈。臭小子，看爷爷今天怎么收拾你！原来是你。 我可又救了你一次啊！好，那我就还你一次。这些人为何要杀你？这些人虽皆是面生之人，又极力遮掩，但我心中有所猜测。石七郎，没事吧？受伤了？姓崔的，不是说好了假打吗？怎么回事？我看交战到这儿差不多了。走。报。如何？事后来报，镇西军已击溃崔家军。 崔公子负伤，崔家军后撤30里，重新列阵。镇西军虽胜，但损伤惨重。元帅李逆腿部中枪，已被抬回军中。好，哎，副将军，都说这个李逆狡诈，崔家军勇武，我看不过如此嘛。不如让我带兵各个击破，好向大都督报喜。什么？哎，我答应了李逆。 只要他击败崔家军，便送他半城粮草，允许他绕洛阳而过。什么？你给他粮草，你还让他绕城而过？你这要造反呢你！你懂什么？洛阳乃是东都，地势人心，非同寻常。眼下洛阳城中虽然是兵力粮草充足。
但若是崔家军和镇西军联手攻城，亦或是围困洛阳，断绝粮道，岂不是置京都、置大都督于危险之中？我看你就是畏战，巧言令色。哼！我冒险用计离间崔家和镇西两军，如今他们两败俱伤，只怕万一这里边有诈，必得先将他们引离洛阳，而后再筹谋如何将他们分而击尽。疼吧？不疼，就是蹭到了。阿莹，你怎么受伤了？公子，公子，没事儿，我没受伤。没有伤到就好。公子，崔家军的人，有人想杀我。不对，刚才我戴着面具，他们以为我是你。是有人想杀你。那你觉得是何人所为？崔家军中的人能一直这样不遗余力地针对你我，还能有谁呢？看来这个崔丽隐忍多年，终究是忍不住了。公子放心，我会有办法，让他掀不起风浪来。石七郎，哟，石七郎，今儿叫我来，不喝酒了，改喝茶了？以茶代酒，前饮几杯。哎呀，如此好茶，得多饮几杯。不对呀，你今天怎么那么开心啊？有喜事儿？哎呀，你算是说到点子上了。我那个朋友呢，原来他喜欢的姑娘，不是人家小妾。哎呀，石七郎，你的朋友还没把这件事情放下呢。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，我以为他们早就断了呢。哎呀，你不懂。行，我不懂，啊，但是明眼人都看出来了，那个何校尉和崔公子来往密切，就算不是他的妾室，这两个人必定有私情。石七郎，我们和崔家军虽然同是秦王之师，但是这个崔家是肯定有一心的，将来会成为国朝之患的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哼，什么时候知道的？长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，你喜欢那个何校尉，是不是？有这么明显吗？那下回我收敛一点。你干嘛去啊？小伟，吃饭啦！吃饭啦！桃子，帮我把最毒的毒药拿来，沾唇即死的那种。你要毒药做什么？去拿来就是了。哦，行，我这个去。毒药。哎呀，最毒的毒药。怎么，何校尉知道我来了，想杀我灭口啊？皇孙受了伤，不在营中休养，到我这来做什么？哎呀，以前都是你替你们家公子上阵杀敌的吧？当然不是了，今日公子身体不适，我才替他上阵。哦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我知道了你的身份。知道我什么身份？我知道你的身份其实是
我知道你其实压根就不是崔公子的小妾。我就不是，那又如何？哼，你这个满口谎言的小骗子！啊，跟你商量个事啊，如果我抓到郑国公，洛阳就归我，如何？那不行，即便你能抓到郑国公，除非你们镇西军不需要我们崔家军相助就能攻下洛阳，否则洛阳不能归你。小伟，毒药拿来了，咱们是要去给镇西军下毒。回头再跟你聊聊这件事。小伟，这李皇孙怎么来了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怎么还有以后再说？你以前有什么事情都不瞒着我，现在都不告诉我了。这毒药还用吗？崔家军大败，后退30里。昨日一战，不负辅公所望。这仗打得漂亮，不愧是你阿爷的好儿子。辅公过誉了。昨日一战，皇孙受伤，今日不能前来，特意叮嘱我，谢过辅公的粮草。福某说话算话，答应给他的粮草，就一定会给他的。那就谢过辅公了。转告李逆，让他好自为之吧。是。石七郎，这不是服务员答应给咱们的粮食吗？咱们干嘛还在这儿埋伏？待会儿我给大家变一个戏法瞧瞧。什么戏法？就从这粮食里面，给你们变一个郑国公出来。啊？出！出来！快！别上来！出来啊！出来！别动！裴将军啊，这够吃多长时间啊？够吃一阵了。这还抓到一条大鱼呢！这下洛阳城啊，稳妥了。这就是孙敬的小舅子，郑国公是吧？啊，哎，长得也不咋好看呀。就是啊，那孙敬的老婆长得肯定也不好看。哎呀，我还没见过国公这样的大官。这甲不错呀，不错呀。这样的大官就义道，竟然嗷嗷的哭。洛阳城的亲贵子弟，躲在这个粮车上想偷袭我们，还是我们石七郎神机妙算，把他们逮了个正着。既然已经抓了郑国公，那么这洛阳城就等于是在我们手上了。是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将军，镇西军李逆、崔家军崔林合围，带着郑国公及其随从亲贵前来城前，说愿意用郑国公及被俘的城中亲贵换取城池。换什么换？什么郑国公、外国公，都比不上洛阳城。这等泼皮无赖的事，也只有你们镇西军做得出来。你别看泼皮无赖，可是管用啊！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我才不跟你赌呢！姓福的胡儿，给我听好了，我们家皇孙，李元帅说了，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打开洛阳城的城门，我们就放了郑国公和这些亲贵子弟，我们保证不拿城中的财帛，不伤害城中的百姓。
怎么样啊？这买卖划算吧？郑国公可是孙敬的内弟，你要是不救他，孙敬那个大都督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还不如……放箭啊！射死了郑国公，砍孙敬，不砍了你们的人头！扶阳，你疯了！扶阳，别！你放啊！别！放啊！扶阳，别啊！服务员，你这个混蛋！服务员，你给我放肆找你！城里的千万人可都看着呢，大都不会放过你的。剑法不错呀，要是再偏一点，射中郑国公的心口，那可就不好用了。我已经派人进攻瀛州，不能再让崔乙那个老儿坐享清福了。哼，大都督好一招围魏救赵啊！如此，崔家军必得放弃洛阳，持救瀛州，就剩下镇西军，孤掌难鸣，正好各个击破。传话给福元，郑国公贪功误国，死不足惜，叫他不要顾虑，坚守洛阳为上。是。但魏国夫人那里……夫人聒噪，我不理会便是了。李逆的那2个兄长，如今还在江南吗？啊，李俊和李来皆无领兵之才，此刻仍被困在江南，不足为惧。哦，放他们出关吗？大都督的意思是，兄弟3个人聚在一起，方知谁是鲲鹏，谁是雀鸟。那2个雀鸟，怎么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兄弟展翅高飞呢？大都督妙计，自古以来便不缺兄弟戏强之时，这李逆也该尝尝各种滋味了。来，这个孙敬用兵诡计，派大军进攻瀛州，但崔家军的主力在此，只怕父亲那边撑不了多久。孙敬这是围魏救赵，逼我们退出洛阳。我还是动身回瀛州吧。现在回去也来不及。那怎么办？主要瀛州路途遥远，若是能借到望州，倒是可以在路程上节省好些时日，既能解瀛州之围，又可拿下洛阳。可望州在李逆手里，只怕他不肯借道啊。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这件事情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。什么？瀛州告急？消息非常可靠，孙敬大军已经在路上了。看来崔家军肯定会有所行动，但他们未必能赶到瀛州啊。若要及时赶回的话，崔林得需借到望州。你什么意思？是要把望州借给他们？我等他们来还。朝儿，你陪桃子姑娘去找医书。是。桃子姑娘，东都之壮阔，唯登高可见。俯视洛阳川，茫茫走胡兵。流血屠野草，豺狼尽灌婴。皇孙借太白的事，是在暗讽何人？我只是呼声感慨，雄奇壮丽的东都，
如今亦卷入战火，岁无宁日，不知何时能现。皇孙自起兵以来，便知道这烽火连天，白骨万千，只有以战止战，方才可天下太平。我只希望能够早日收回这半壁河山，还天下百姓一个安宁。我也希望。那日你跟我说，想借我崔家军在京中的人，帮你救出梁王。不是不行，但你得先赢了我。听你这口气，又想出什么花招？那皇孙愿不愿意跟我来赌一把？知道皇孙谨慎，那赌注就由我来说吧。如果我赢了，你要让我借到望州；如果你赢了，那我崔家军便帮你救出梁王。听上去倒是挺公平的，怎么赌？怎么赌？其实很简单，你闭上眼睛，我从1数到10，在数到10之前，如果你忍不住睁开了眼睛，那你便输了。你不会又想趁我闭上眼睛一针刺晕我吧？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。如何？赌。不过呢，我要自己来数数。就算你一针刺过来，我也绝不正面。好，那你闭上眼睛，自己数数吧。1、2、3、4。你是最懂的。你输了。喂，刚才可不可以不算啊？刚才可不可以不算？道长，我听说太清宫藏经阁内有一本医书，乃是孤本，能不能借阅一览？祖师爷立下的规矩，
藏经阁中的书从来不外泄。道长，我愿意诚心为观中挑水洒扫，只请道长能够允许我入阁借阅。挑水洒扫都是重活，你一个姑娘家，道长，我愿意帮他挑水。道长，我也愿意帮他洒扫。道长，我也愿意帮忙，还请道长行个方便。那烦请二位去挑水，烦请你们二位去洒扫藏经阁。哎，桃子姑娘，我来帮你吧。哎，那可不行，你是来帮我干活的，又不是来替我干活的。还有啊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一看到你，我就想帮你。那。看二位的模样，都是读书识字之人，还请二位在洒扫时爱惜书籍。是。是。你休息一下，我来收拾吧。让皇孙亲自干活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既然我赌输了，就让我先略表心意。惟妙惟肖，画得真好。此画命名为《皇孙劳作图》，你觉得如何？题名更好。想必这是要赠予我了。哎，这是我画的，为何要赠给你啊？可你画的分明是我，自然归我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你在笑我什么呀？没什么，不能说。你快说，你在笑我什么？要是我说了，你不许生气啊？你先说来听听。你呢，将我放在你胸口，日日夜夜这么带着，思念时还可以拿出来看一看，我自然高兴，我一高兴就笑了。油嘴滑舌。哎呀，多谢强赠。你这个人，真是无孔不入。好了，我们说正事吧。既然你赢了赌约，那我依约让你借刀望州。只是，你如何才能答应我救出我父亲？那你不妨考虑一下，帮我攻下洛阳。好说。皇孙就这么有把握，已经可以攻下洛阳了？首先呢，你我联手陈兵洛阳城下，就已经有了5分胜算。郑国公被擒，7分胜算。苻元二虽然悍勇，但他并不明朝中的政局，更不知那些世家的打算。9分胜算，这都已经有了9分胜算了。这个洛阳城，不尽在掌握之中吗？皇孙如此替梁王谋划，梁王何幸？
他是我的父王，我自然会救他。他在孙敬手中，我怕我们攻破洛阳，孙敬未必不会起杀心。那不如置之死地而后生。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傅元儿假借大都督之命，是绝对不会救我们家郑国公了。只怕诸位府中的主人，傅元儿也是不会救的了。那又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傅元儿是不能指望了，我们必须靠自己把主人救出来啊！这话说得对。将军，出事了！进来。郑国公的家人率着私兵打昏了城门守卫，开了城门，引镇西军和崔家军入城了。什么？完了，全完了！这些蠢货！没想到这洛阳城葬送在他们手里，我要杀了这些蠢货，斩死寻常！撤！先去粮堂，放先士去了。镇西军崔家军合围攻击洛阳，围城多日，难以强攻。李逆巧妙用计，令郑国公家人撕开城门，镇西军崔家军才得以潜入洛阳。傅元儿奋起反抗，率守军苦战2日1夜，终于不敌。将来的天下，就是你们这等少年英杰的。等到你和他争夺这天下的时候，那将是何等的精彩啊！可惜，老夫看不到了。怎么样，桃子姑娘？
我买对了吗？校尉让我给皇孙殿下配的假死药，可是复杂的很呢。要是找不到所有的药材的话，这药可就配不出来了。这里面还差着好几味药呢。可是集市上的药材铺子，我都已经跑遍了，你要的那几味药材，实在是买不到。那要不然，我陪你上山采药材吧。那我前些时日呢，配制了一副毒药，只要人沾到身上啊，就会奇痒无比。我倒是把解药给研制出来了，就是苦于还没有人来帮我试试，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。那我来治。这可是会很痒的，我可没跟你开玩笑。万一我那个解药不管用，你至少会养上3天3夜的。没关系，桃子姑娘，我相信你。行，那就这样。既然你都帮我试了解药，17郎要的药材，我一定尽快给你配好。好。知道你爱吃甜的，来尝尝这糖彩酥。这是在哪家铺子买的呀？这不是买的，顾小姐刚送过来的。哦，是她特意给你做的？当然不是了，阿元、老鲍他们都有。我想起来你爱吃，才特意拿过来给你。尝一口。放这吧，我一会儿再吃。行吧。对了，跟京都的人都联络妥了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药在桃子那里，还没配好。我知道，我让长耳天天跟着他，看能帮上什么忙。你让谢长耳给桃子帮忙，我看别是添乱才好。添乱也好啊，省得他总在你旁边，我都怕他拿毒针刺我。好好的，他干嘛拿毒针刺你啊？因为呀，咱们拔营吧。与镇西军同住在这里十分不便，哪怕今日在外面打营仗，也要搬出去。是。哦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们家公子啊最爱吃这个点心了，我现在就给公子送去。哎，我特意给你拿的点心，你怎么送别人呢？那不也是别人送给你，你才拿来给我的呀？哎，哎，哎，哎！大都督，镇西军和崔家军携手攻克东都，吴元儿以身殉城。崔家军进不即刻回援瀛州，还与镇西军联手攻打洛阳。崔毅的儿子崔林，看到往日的形势，就知道他十分沉得住气。彼时的战局，倘若是我也定会先攻洛阳，再救瀛州。可洛阳城池坚固，粮草充足，福元儿只需坚守不出，镇西军和崔家军便是士众10倍，也绝无可能在短短时间破城。而且福元儿乃是沙场宿将，又岂会败于2个小儿之手？此战失利，是我用人之错。此次洛阳之失，倒是给我提了个醒。强敌不过是外力，真正能摧垮自身的，往往是内力。这西长京看似固若金汤，恐怕已有漏洞。臣这便着人去查京都各世家，严防其与逆军暗中勾连。暗中勾连之人，又岂止在世家呀？石七郎，崔家军拔营了。什么？拔营？对。小伟，都已经说是差不多了。我去河边走走。哦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你先忙吧。好。里面东西都收快一点。是。
怎么说都不说一声，就突然要把营搬出城了？我们崔家军如何行事，还要向皇孙禀报啊？那倒不是，只是走得匆忙，想起不能送你一程，又想起不久后你便要回瀛州，从此山高水远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。 那我答应你，等我回瀛州之前，一定好好来跟你道别。你说的。嗯。这是怎么打的呀？哎，在劳兰关，狼特别多，每一次出城遇到狼时。 我们便会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来打狼，日子久了，大家都学会了这项技能。每当闲暇的时候，便会在劳兰关河边打水漂。赢的那个呢，第一块烤羊肉便归他。听起来真有意思。想试试吗？不够远，我教你。我教你，拿着。17郎，崔离来见过我。崔离，此人志大才疏，且小人无解，为了权势不择手段。怎么，他找你所为何事？他想联手我们击杀崔林。萧培将军，在下有意与镇西军联手。 击杀崔林，你就不怕我把你绑了起来，送到崔公子面前啊？恕在下直言，就在杀崔林这件事情上，你我二人的立场应该是一致的呀。从望州到洛阳，我那个堂弟应该没少给你们添麻烦吧？如若没有他，粮草你们有。 这城池你们也早就拿下了，小裴将军，你难道就没想过斩草除根，除掉这个心腹大患吗？在下可以向你保证，等崔林死后，这崔家军由我节制，到时我一定拥戴皇孙，以镇西军马首是瞻。事成之后，洛阳由我节制，如何？ 张口便要洛阳，你胃口不小啊！小裴将军，这洛阳由在下节制之后，镇西军便可长驱直入，直奔的西长京。届时，你们能够击杀孙敬那个逆贼，这全天下都是皇孙的了，自然可光复大玉王朝。到那时，还会在乎区区一个东都吗？是吗？如此。 便一言为定了。在下斗胆，还想向将军讨一信。什么信？
还请劳烦皇孙手书一封，言明事成之后，那洛阳有在下节制，如何？是，小贝将军，这是何意啊？崔公子，想要皇孙殿下的手书，也要看能不能杀了崔林。你什么事情都没干，就想要手书，恐怕不太合适吧？啊？是，将军说的对。啊，不如这样，在下先去把崔林的手下们给。待事成之后，再向皇孙讨要信物，这样如何？届时再谈吧。此等小人，必须告知崔林，让他提防一二。是七郎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不过我还是想堂堂正正，与他在战场上一决高下。我并不愿意看到他被小人暗箭所伤。桃子姑娘，这个是十七郎给何校尉的。还有这个，这是我给你的。这是什么？猪耳朵，我跑了好几条街才买回来，还热着呢。我不要。可是，你上次不是说你喜欢吃吗？我现在又不想吃了。喂，怎么了？我这几日和校尉住到城外去了。你感觉身上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？哦，没有，你给我的药挺好的，我就养了2天就好了。那，这个给你，每日涂3次，这回的药包管灵验。谢谢桃子姑娘。那，什么呀？猪耳朵呀，本姑娘忽然又想吃了。给。姑娘家真奇怪啊。校尉，皇孙殿下的信。你怎么这么高兴啊？没有啊，我有什么可高兴的？难道不是因为耳朵？什么耳朵？那不是猪耳朵吗？校尉，取笑我，我不给你吃了。阿莹，闻得崔家军中有叛者，欲谋崔公子性命，恐有利害阴谋。你与公子左右多加留意，有别后珍重。从今日起，再增加1支亲卫保护公子。此去瀛州，行军路途复杂，务必要保护好公子的安全。是，属下这就全办。阿莹，怎么忽然想起来要增加我的护卫了？公子，收到线报，崔离欲对公子不利，我军即将拔营，公子的安危必然是重中之重。阿莹，不用担心我。连番行军辛苦，你本来思虑就多，应当要好好保重。为公子考量是我的本分。行。桃子，帮我把这封信交给谢长耳。怎么了？你最近总是取笑我，我不给你送信。你这是不想送信呢，还是不想接谢长耳啊？哦，要是后者的话呢，这样，我在信上呢再添上一句，告诉他们以后送信就让老鲍来，免得惹我们桃子姑娘不高兴。哎，你看你，那他们都是一丘之貉，谁送不都一样？哦，我来吧。那你早去早回啊，可别欺负耳朵。谁欺负他了？哼，嘴硬。
皇孙，这是睡着了？何校尉要再不来，我怕我要睡到晚上才行了。沐天席地，十七郎真是到哪儿都能自在逍遥啊！自是因为此刻清风为善，草木为香呢。你睡着了？睡着了。你为什么要提醒我？崔离会对我们家公子不利啊？因为我提醒了你，你就定然会回心来见我。若是我偏偏就不约你见面呢？那就我约你见面呗。我要回瀛州了，答应过你，要和你好好告别。下雨了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好。没想到皇孙还准备了这么一间屋子。那是自然。还好有这个屋子躲雨，要不然我们就成落汤鸡了。皇孙落汤鸡的样子，我又不是没见过。巧了，姑娘落汤鸡的样子，我也见过几次呢。清香沁人，入口微苦，别有一番风味。这是竹叶茶吗？没错。民间呢，常以竹叶为煎，代做茶饮。皇孙的身份如此贵重，却对乡间生活了若指掌。人生在世呢，身份什么的最不值得一提。贵为天子又如何？还不是一碗饭，一瓯茶。我倒觉得在这里当个田舍翁，活得更痛快些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若是天子无道，田舍翁们流离失所，就连粗茶淡饭也成了奢望，还谈何痛快呢？也不知道这儿有没有一碗饭，可以填饱我们田舍翁的肚子。都准备好了。这是好。哦，这不行。我厨艺不精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给你露两手。十七郎亲自下厨，我岂敢嫌弃啊？不过，我好像什么都不太会。哦，生火我应该行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我来看看啊。
没想到皇孙准备了这么周全的食材。我怕你肚子饿呀。嚯，你还真的会烧菜啊？这有什么的？我们在劳兰关，洗衣、打猎、缝纫、做饭，不都是自己来吗？那你在劳兰关的时候，没有带侍婢吗？我要带侍婢的话，与我在京都王府里的生活有什么分别啊？身为皇孙，却不喜欢王府锦衣玉食的生活，倒是有趣啊。我呢，是鄂月出生的鄂子，从小先帝和父王就不喜欢我，这样的锦衣玉食，不要也罢。拉风箱烧火呀。好。烧火放火是我最擅长的。拉香烧火呢，也要讲究技巧的，要慢慢的这样推进去，再慢慢拉出来，慢慢推进去拉出来。还有呢，我试试。火候很讲究的，可不能忽大忽小，这样炒出来的菜就不好吃了。放心吧。来。来啦，米饭来啦！行，吃吧。这么粗茶淡饭的，你还跑去摘野花？私事陋室，唯吾德馨。十七郎，这顿饭可是你认真做的，怎么能随便对付过去呢？菜色简陋，委屈你了。如何？好吃。那你就多吃点。你不怕我的饭菜里下毒啊？当然怕了。所以刚才我在烧火的时候，已经放了毒液。皇孙，你现在已经中毒了。这个好吃。这倒是我拿手的。这个你再多吃一点。给我砸！砸了这个狐狸精的窝！哎，你们住手！魏国夫人，这里是后宫，岂容你在这放肆？你还知道这是后宫？那他这个前太子妃为何还在这个后宫里？就是你这个狐狸精，魅惑大都督，祸国殃民，就是你害得我弟弟被俘。我今天非撕了你这个狐狸精不可！还我弟弟！放手！我杀了你！你混混大都督，还我弟弟！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！大都督到！你放开我！来人，魏国夫人病了，不得下去，
速速洗浴衣。是。大都督，哎，放开我！大都督，大都督，给我退下！大都督，如何？你受伤了？委屈你了。切不委屈。我早知道就会有今日，怎会委屈？这几日，我一直在想，当年我若是带你一走了之，那又会是什么样子的？想当初，我在城外的十里长亭，足足等了你1日，直到太阳落山，也没见你来，我就知道你再也不会来了。虽然当时我已经被选做了太子妃，但是只要你愿意带我走，我是可以跟你远走高飞的，隐姓埋名，哪怕做一对贫贱夫妻，我也甘之如饴。是我辜负了你。不，我也知道，你上有高堂老母，下有弱弟幼妹。若你真的带我一走了之，那就是满门抄斩的大罪。我如今罪孽深重，可是只要想到和你在一起的日子，哪怕是偷来的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不管别人骂我还是唾弃我，我都是那么的高兴。韩将军，咱们现在距离西长京，是不是已经很远很远了？已经有数千里了，也是快马驰骋，也得10数日。母妃最后跟我说的是，阿泽，你快逃，逃得越远越好。可是韩将军，我不想再逃了。我是太子的长子，我是国朝的太孙，但现在我每日都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。臣给殿下讲过韩信将军的故事，也讲过越王勾践的故事。殿下如今是避险，忍辱负重，才能有将来收复河山的一日。那日你说镇西军统帅李密是我17堂兄，镇西军已经从劳兰关一直杀到了望州。17哥领兵还是挺厉害的，我真想同他一样，与敌人正面对阵，拼杀一场。17皇孙确实战功显著，但镇西军原是府兵，裴贤与先太子并不亲近。殿下如今身份贵重，哪怕是血脉至亲，也不能轻易相信。何况梁王殿下还被孙敬扣在西长京，只怕李逆有所顾虑，所思甚多。韩将军，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西长京呢？定有那日的。臣一定护送殿下重返西长京，浩浩荡荡，堂堂正正。自从孙敬起兵，我离开平凉后，就再也没有这样一个下午可以如此安逸。能遇知己，
在屋檐下相遇的这份闲心，更难得。前几日，我还做梦回到劳兰关，打了一头特别肥的黄羊，正烤着呢，梦就醒了。我很好奇，劳兰关真的有那么好吗？值得你如此念兹在兹？行无辙迹，居无仕路，岂不快意？日后，我邀你同我一起去劳兰关，你可愿意？你明明知道这是梦，树欲静，而风不止。十七郎，你以如今的身份，还能抛开一切，重回边塞，过那样的生活吗？难得有一场好雨，将你我困在这里。雨停之后，又该各奔东西了。我们说些别的吧。好，那就说说你吧。你小的时候是不是特别顽皮呀？何止顽皮，简直顽劣。我父王打我的藤条都不知道断了多少根呢。看来梁王殿下这番苦心管教，这收效却是甚微啊。我倒不怕挨打，我就怕念叨。我娘生我时，难产而亡，整个王府之中，只有董王妃对我十分照顾。我父王又不喜欢我，我的2位兄长都仗着父王的偏心，总让我顶包挨打。日子久了，父王就更讨厌我，见到我就皱眉。真想不到，你还受这样的欺负。我那2位兄长都是董王妃所生，我娘是董王妃身边的侍女。听说从前义不得宠，幸好董王妃对我娘十分照顾。我阿娘过世之后，又是董王妃抚育我。为着王妃，我也就万事不与兄长们计较。你是一个心善的人，别人对你好一分，你便也十分报之。后来，董王妃病故了，我在家中了无牵挂，也厌倦了在京都的生活。我宁可戍边保家卫国。于是我就想了一个法子，去了劳兰关。我走的那天，我父王跟兄长们都特别高兴，只有奶娘一个人流着眼泪送我。奶娘呢？现在还在王府吗？她年岁大了，我一离开王府，便将她送回老家，安享天伦。也幸好离开了京都，只是许久未见，不知她是否康健安好。还能有记挂着的人，就不会觉得孤独。我阿娘也去世很久了，我都已经快记不得她的样子，但每次想到她，都觉得她在陪着我，我也不会觉得孤单了。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人？我真想象不出来。我猜，你一定是个人小鬼大、难缠至极的吧？我从小是被当成男孩子养大的，读书练武，和其他的男孩没有差别。男孩子学什么，
我就要比他们学得更好。都是你爹娘逼你的？不，是我自愿的。我是女儿身，志向与男儿无异，本就该付出更多努力。 是起3更，睡5更，要比旁人流更多汗，甚至流更多的血。有时候太累了，受伤了，即使十分辛苦，也会默默忍着，更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。在想什么？ 我在想，要是我们早些认识就好了。为什么？这样我们就能一起练武，一起读书，一起打仗，闲来无事，还能像这样聊聊天。 这么快雨停了，回去吧。 好。回去吧。我再送你一程。白莹，这20年来，我从未有过今日5号这般安宁喜乐。我也是。待到天下太平，你我并肩，同游乐悠原。一言为定。
崔离，为何拿我？勾结外贼，勾结镇西军，怎么还不认罪吗？证据呢？这，就是镇西军的李逆写给你的密信。你私自将瀛州被围之事一五一十地告知了镇西军，这信上写的是清清楚楚。你是如何拿到这封信的？怎么承认了？铁证如山。如果不是你，洛阳城根本就不用让给镇西军。拿下！住手！石七郎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接到军中情报，李俊和李兰已经率军兵临洛水。看来，这孙敬早就撤出了围困我兄长的兵马。我那2位兄长，果然是不负所望。你这是干什么？阿林，你来的正好。我早就怀疑，这个何校尉和镇西军的李逆有私交，就是他泄露了不少我们的军纪，这就是证据。就是这个何校尉，将我们瀛州被围之事泄露了出去，这洛阳城我们才不得不拱手相让啊！这何校尉如果不死，如何对得起那些浴血沙场的将士？阿林，哥哥知道你心软，这件事，为兄给你代劳，不让你烦心。来人呐！住手！崔离，这封信是桃子手抄的，公子也知道这件事。何校尉近日在军中发现有异动，将此事禀明我之后，刻意写了这封信作为诱饵，只是为了看看谁会上钩。你这是设计陷害我！信在我屋子里，若不是你存了害人之心，派人去窃取，又为何会到你手上？阿林，我这么做实在是因为他所作所为太可疑了。我只是想帮衬你啊！你要相信我，我兄长只是为了……崔家军是由副帅一手带出，将士上下一心，军纪严明，从未出现过党同伐异、勾心斗角之事。崔离，自你前来，几次三番构陷同僚，你以为你的那些小动作、小心思，我真的察觉不到吗？构陷同僚，按照崔家军军纪如何处置？构陷同僚者，褫夺军权，杖责30。崔离麾下5000士兵，暂交阿术统帅。念在你是初犯，杖责就免了。阿林，走！这次啊，借机收回了崔离的兵权，想必如今他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了。公子，没事吧？是不是刚才在外面站久了，受了寒气？我叫桃子来给公子诊脉吧。阿英，今日出营，你究竟去了何处？我去见了李逆。李逆是镇西军主帅，你不应该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私下去见他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说这些话你不爱听，可是就像今天你看到的这样，我们原本设好了局，等着引蛇出洞，你私自外出，崔离才提前拦截了你。万一他真的动手了怎么办？公子放心，就一个崔离，他奈何不了我。阿英，我知道你胸有成竹，可是刀剑无眼啊！如果你真的受伤了，你
你让我如何放心？公子，快，先喝杯茶，快喝。好点吗？阿莹，你知道吗？其实，你在我心里比什么都重要，甚至比我自己还重要。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一直都把你当做兄长看待，所以于我而言，你也很重要。是啊，你我情同兄妹，说这些话，反倒生分了。大夫交代了，让你好好静养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你好好休息一下。好。最迟明日，李俊和李来就会率军抵达洛阳。他们二位向来是志大才疏，又嫉妒你的战功赫赫，此次前来必定是来意不善。石七郎，拿个主意吧。既然兄长们都来了，那我们就走吧，把这个洛阳城让给他们便是。把洛阳城让给他们？洛阳是咱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，而且又以3城换崔家军退出洛阳，现在就要拱手相让吗？兄长们驻守洛阳城也是一样的，兵贵神速，咱们就去潼关。那怎么能一样呢？我明白了，潼关地势险要，北抵渭水，南临秦岭，东入中原，西进关中，而且扼西城京和洛阳的驿道，兵家必争之地。孙敬一定想不到咱们会放弃洛阳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拿了潼关，就犹如扼住了西长京的咽喉，距离攻破西长京也就不远了。哎呀，这样最好了。只要潼关在我们手上，他们二位就算是有所作为，也是进无可攻，退无可守。石七郎，我还以为你会对他们二位心慈手软，现在看来，如此甚好。我的确是为我那2位兄长着想，他们好大喜功，又容易得意忘形，不如就让他们在洛阳城里面待着，免得万一他们又中什么圈套，我还要费尽心思去救他们。公子，你醒了。何校尉呢？啊，他昨晚都在自己的营帐中，未曾出去。公子，大夫来给您看过了，他说您已经昏厥了2次，务必宽心少虑，多加调养才行。我知道您心里还放不下何校尉。但是他迟早会明白，这世上对他最好的人就是公子你啊。他那样聪明，我对他好，
他自然能感受得到。那公子你更该放宽心了。校尉他并不是知恩不报的人，昨日您不顾生病去救他，他看在眼里，定会感动的。可是我偏偏想要的，从来都不是他的感动和回报。三郎，你别再喝了，你一夜未眠，只怕有损身体呀。好你个崔林，联合何氏，设计骗我，逼我交出了军权。眼下看来，他们已经对我起疑了。日后再想行事，怕是不易了。三郎，刚刚接到密报，镇西军那边又给何氏送信了。翠林知道吗？密信直接送到了何氏的营帐，主帐那边并不知情。这回，咱们还要派人去探查吗？经过昨日之事，何氏或许会放松警惕，能够探查到什么也未可知。只要崔林还在，想对何氏下手就不是个易事。不过，如若真能探查到什么情报，倒也是有利无害。命人再去探查密信的内容，万不得露出任何蛛丝马迹。日暇无事，常玩赏亲笔所绘皇孙劳作图，可否相赠玉容一幅，免皇孙形单影只。哎，校尉，你不回信啊？这么着急做什么？我不着急啊，这个信又不是写给我的。哦，你不着急，这样我先处理会儿公文，你先去休息会儿吧，不用陪着我了。我是不着急，但是那个送信的谢长尔他着急。这么晒的天气，人家早回去了吧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那个人是个死脑筋。你要是不回信，不跟他说的话，他一准还在外面等着呢。小伟，那我可就告诉他了。我去了，我真走了。等等，既然你这么着急的话，那我就回上一封吧，免得让我们桃子姑娘白白跑一趟。好，我等着。校尉，之后来报，镇西军已经撤出洛阳，梁王长子临淄王李俊率军入城，最迟今晚，梁王次子会稽王李来也将率军抵达。知道了。真没想到，李皇孙对两位兄长还真是挺大方的，说让就让了。不过校尉，皇孙退出洛阳以后，那是要去哪儿？他在信里说了吗？信上当然不会说这些话呀。信上不说这些，那你们都聊些什么？哼，闲话而已。哎，桃子姑娘，那，这是我们校尉回给皇孙的信。多谢桃子姑娘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？你这就走了？那不然呢？那这什么？这是本姑娘亲自调配的金疮药，外面可是买不到的。我想着你平常行军打仗的，总会有些磕磕碰碰的时候，你用了这个，保证好得快。谢谢桃子姑娘，你真好。你说什么？我走了。谢谢了。傻子。
昨夜宿于郊野，仰头月色如洗，即可守斋星辰。前日于东都朱雀街购入干果，其味甚佳，嚼之如碎玲珑，可伴漫漫长夜，与君共赏。干果与果脯同食，风味果然颇佳。前人竟单啖干果、果脯，今尝二者同食，滋味有趣。玉，今晨跃马过水涧，闻香而去，见野桂一株，引香浮动，独赏此景，深有抱憾。遂取花蕊数朵，与托一纸染香，盼来日同赏。小魏，找了你半天，原来你在这儿。怎么了？也没什么，就是想问问你，今天还写回信吗？又是怕那个谢长耳着急啦？不是，我跟他约好了，以洛阳为界，在那儿互相传递书信。以洛阳为界？这是你的主意，还是谢长耳的主意啊？那只耳朵说是他家17郎的主意，约在洛阳，免得行军途中互相找人不便嘛。这个谢长耳在两军之间送信，只要记住他抵达的时辰，再测算出马匹脚程的速度，就很容易猜出镇西军现下行至何处。啊，这个李皇孙也太狡猾了。萧卫，也就是你，能猜得出他那些弯弯绕绕的心思和用意。那这么说，我也很狡猾啦？不是，你那是聪慧。那还写回信吗？还不知道。哎，这个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写不写回信？就是不知道啊。写不写回信？写一个。有人进去了。桃子，走，咱们去散个步。萧卫，咱们不进去堵那个奸细一个正着。无妨，与李逆通信就是想调出这个奸细。既然他们已经上钩，在做蠢事，让他们做吧。三郎，这是李逆写给何氏的信，属下想了法子，偷偷一字一句誊抄的。干果与果脯同食，风味果然颇佳。今尝二者同食。这都是什么？依属下愚见，李逆与何氏都是心机深沉之人，此信乍一看平平无奇，实则用了暗语将机密藏于其中，所以何氏才为找隐秘之处藏起，就那么放着，也不怕被人看去。这其中干果一句，定是他们约好的暗语。有理。那咱们找些人来破解一二。当然。自君一别，虽数日，犹数年，未尝有此滋味，甚是牵挂。
时，见水中蛙甚肥美，捕食鱼之，烤而食之。熄火后过剩，略有焦糊。数人之力，终于弄清了这何氏与李逆之间通信的秘密了。说，皇孙李逆自出劳兰关，最擅长的便是长途奇袭，声东击西。这次，他主动离开洛阳，肯定也是想用这一招。有道理，继续说。三郎，请看，这封信是何氏最新收到的。捕食鱼之，这在水中，不是指目标宿在湖边吗？十字分钗，不正是指合而为之吗？那这湖边的目标是？我军今日不是恰巧经过湖泊，如今宿在湖边吗？如无意外，今日有时，那镇西军定会派人与何氏里应外合，偷袭我军。三郎，不如现在就把此事告知主帅。到时候来个守株待兔，只要击溃了镇西军，那可真是天大的功劳啊！是啊，功劳你个头啊！三郎息怒，我问你，现在谁人不知道他李逆正在猛攻潼关？他如何能够分身来袭击我们？现在有事已经过了，他李逆人呢？说！三郎，废！继续废！滚！都给我滚！是，属下告退。这是从何处取来的？崔立一直派人紧盯着何校尉，偷偷抄录他的信件。我是从崔礼处取得的抄件。不过校尉明明发现了崔离的所作所为，却并未追究。三郎息怒。属下忽然想到一件要紧的事，上一次何氏以信件为饵设计咱们，如今回想起来，时机很巧，恰好是在你去见了裴元之后。你是说，那裴元与我见面之后，还把那件事告诉了何氏，二人联合设计引我上钩？就在杀崔林这件事情上，你我二人的立场应该是一致的呀。想要皇孙殿下的手书，也要看能不能杀了崔林。看来这个李逆和何氏关系匪浅，如若不然，此等机密之事怎么可能告知于他？之前还想着借李逆之手除掉何氏，现在看来，他不仅不会帮忙，还会与我为敌呀！三郎莫急，如今据守洛阳的，已是李逆的2位兄长李俊、李来，他们向来与李逆不睦。我们何不与他们联手？如此一来，还能解我们没有军权之困。妙计。潼关天下雄起，易守难攻。李逆率军苦战6日，与裴元身先士卒，终于攻破潼关。臣要恭喜太孙殿下，镇西军继光复东都之后，不日已攻下潼关。潼关，那距离西长京已经不远了。是的，距离西长京已经不远了。李逆不与兄长相争，直接放弃了洛阳。500里奇袭，强攻潼关。哼，待逐出好损呐！这个梁王果然生了个好儿子。也罢，梁王的3个儿子现在已经到了左近了，他这个做父亲的，
在京中耽搁已久，也该给儿子们写封信了。坐。哎，石七郎，战事如何？坐。如今大局已定，穷寇莫追。你呢？怎么样？我这个呀，皮外伤。好啊，咱们熬了这么长时间，终于把潼关给咬下来了。我听我爹说，潼关号称第一锁要，开国100年来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可以把它攻克。以后在国朝史书上，咱们镇西军也可以留下一笔了。如今攻守易势，你呢？接下来应该发愁该如何守住这潼关了。石七郎，这世上哪有第2个镇西军，哪有第2个石七郎呢？那这世上也没有第2个勇猛无比的裴元了。哎，别这样说啊！但是石七郎，我有个问题，你明知道不可为，为什么还要写信给会稽王还有临淄王，让他们一起合围西长京呢？我那2位兄长啊，被我父王惯得跟倔驴一样。你呢要往西，他们就偏要往东。我不希望在当头这个时候，他们为了抢功劳，擅自出兵闯祸。当然要给他们写封信，约他们合围。这样一来，他们肯定不会听我的，自然也就消消停停、按兵不动了。所以这叫指东打西，反其道而行。大哥，这信上怎么说呀？你自己看吧。李逆拿下了潼关，竟然让你我2人出兵合围西长京。大哥，他这……李逆仗着自己有攻克潼关之功，竟敢对你我兄长2人那是呼来喝去。大哥，这呼来喝去事小，只是出兵围剿西长京，此事要慎重啊！只怕他是要借我们的兵力，给他做嫁衣啊！我早就知道李逆他居心叵测，万万不能让他心想事成。大哥，前2日崔家军的崔离不是派了密使前来吗？你是说，大哥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借兵给崔离，因为崔离借兵是想要杀崔林而嫁祸给李逆，如此他定会成为大哥手中的一把尖刀。公子，回来了。这一路辛苦你了。副帅身体如何？大将军一切都好，只是听闻崔离公子擅自前来，并干涉军务一事，也十分震怒，命我将令牌带回，交给公子。太好了，有了这块令牌，就可以让崔离转回营州，也不必担心他在节外生枝了。那个崔林居然千方百计要到了伯父的手令，命我即刻赶回营州，不得追随大军。好你个崔林，竟然如此忌惮我，千方百计要调走我。三郎息怒，洛阳那边回信了，不如先看看信上怎么说。三郎，怎么说？李俊已答应派兵助我击杀崔林，一旦事成，便封我为魏阳大将军。恭喜三郎，恭喜大将军！只要崔林一死，由我统帅崔家军便是顺理成章。届时，再把一切的事情都嫁祸给李逆，一箭双雕，天衣无缝。
难怪攻进来这么费劲啊！你看看这城墙，再看看这两边的山势，真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呀！打下来的时候难，等到攻守易行的时候，就知道这山势雄关都是好处了。可不，牢郎关要有这一半的险要，咱们也用不了这么多人守了。哟，是不是又有信来了？石七郎，你怕是望眼欲穿了吧？报！西城军信使到！大都督命我来传令，镇西军需在3日内退出潼关。放肆！孙敬是让你来送死的吧？小裴将军，我既然敢来，那就不怕送命。哼，另有梁王手书一封，带给皇孙。若要是执意不退兵呢？若是不退，那3日之后的午时，皇孙便备好丧服，为梁王服丧吧。想来我父王必定写了3封信，另外2封已经送去洛阳，给我那2位哥哥了吧？是，就是不知皇孙和2位兄长相比，谁更有孝心一些？小伟，这干果你还没吃完？此物当时在东都十分盛行，人人都夸赞它好吃，进香采买的人特别多。你就是能记住这些细枝末节啊？原本呢，大家都只吃这干果果仁，校尉偏偏喜欢用它与果脯一起吃。你说这我能不牢牢记住？再说，这果仁确实香脆饱满，甚是好吃。不过，这一连数日，潼关可是一封信都没来啊！你这是在担忧某个人，还是在担忧潼关呀？校尉，我与你说正经事。大概京中出事，他也没心思写信了吧？校尉，他是谁啊？他是谁啊？哎，他是谁啊？他是谁啊？吃干果还堵不上你的嘴啊！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他是谁啊？石七郎，洛阳急报，临淄王还有会稽王已经决意率军退出洛阳了。我的这2位兄长，从小便很孝顺，也不怪我父王一直疼爱他们呢。哼，洛阳本来就是他们从你手中占到的便宜，他俩当然不会肉疼。只不过现在，我们就进退两难了。潼关我们是万万不能放手的，如果洛阳一失的话，我军断绝后路。但是那个孙敬他真的是心狠手辣，如果我们不退兵的话，他真的会对梁王殿下动手的。石七郎，怎么办？石七郎，我朝天子乃至庶人，纲常伦理，以孝为本。如果我们拒不退兵的话，梁王真的惨遭孙敬杀害，到时候肯定会朝野哗然的。那些旧臣还有齐王之师都会对我们离心离德。石七郎，到底现在该怎么办？小姐，你不能去，你要是去了，岂不是送死？秋翠，你就别拦着我了。我在家中本就不得父母宠爱，在并州又险些丧命。若不是皇孙出手相救，我此时恐怕已是一抔黄土。他救我的时候，如同天神一般。彼时我就心想，或许这就是我应遇之人。为了报答他，哪怕粉身碎骨我也愿意。可是小姐，
你从小就命苦，如果真的因此送命，只怕连个真正心疼你的人都没有。小姐，我想跟你一起活着回西长京。李皇孙先下洛阳，再克潼关，势如破竹，明显并非池中之物。他日必有一飞冲天之事。皇孙此人重情重义，若危难之时出手相助，皇孙必会刻骨铭心，涌泉相报。我若在此时能帮上他，还愁他日在府中没有立锥之地吗？此事不搏，更待何时？小姐，你怎么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？从前你不争不抢的，有时下人势力，都还不许我替你出头。秋翠，以前我不争不抢，是因为没有争抢的实力，更没有争抢的机会，徒劳无益，又何必呢？以后你就是我的心腹之人，也要学着多看看，多想想，什么时候应该出手，这才是聪明人的做法。见过将军，见过小裴将军。顾小姐多礼了。婉娘有一桩机密事情，想要与将军商议。顾小姐，请说。婉娘听闻京中孙贼以梁王殿下胁迫将军，婉娘愿赴西长京，待将军设法周旋，救出梁王殿下。你有何计谋？京中旧族世家众多，皆心向着国朝。只是孙贼势大，忍气不敢言，请将军赐一信物，婉娘回京后以将军之名，暗中联系士族，重金收买宫中守卫，或许得法能救出梁王殿下。不行，这样太冒险了。万一要是被孙敬知道，又或是被人告密，你会丢了性命，甚至连累……婉娘不怕死，若是为忠义而死，婉娘死有容焉。便是家父，将军亦是知道的。他绝不屈于孙贼，定然也会赞成婉娘此举。多谢顾小姐忠义之念，京中早有布置，顾小姐放心。锦娘，你说这封信是放在桌子上，并不知是谁送来的。娘娘，会不会是大都督设下的圈套？不像是。这封信尽是阴语，每一个字都不露其意。可是我也却明白他信中所求何事。我觉得李逆他是想同我联手的。想必他已经策谋良久，终于有把握去救出梁王。娘娘，那咱们自然得帮他。按照信中所说，将兰花搬到窗口之下。是。太好了，小姐，你不用冒险去西长京了。皇孙自然也有办法救出梁王殿下。皇孙虽未曾与我明言是何计策，但经此一事，我已经成了他信任之人。那小姐是打算？皇孙与那崔家军中何校尉往来颇多，似有情谊。幸好崔家军已经折返瀛州，日后相隔万里。我若是他信任之人，自然有办法使他与那何校尉渐渐疏远。如果小姐能嫁给皇孙，那可就太好了。
府中就再也没人敢轻视小姐了。此时言辞尚早，不知道皇孙这次能不能救出梁王殿下？其实，能不能救出梁王殿下，对于皇孙而言，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。小姐，我不明白。如果能救出梁王殿下，那自然是皆大欢喜。皇孙日后用兵肆无忌惮。如果不能救出梁王殿下，孙贼若是杀了梁王，皇孙悲痛之余，其实也不必再投鼠忌器。哪怕朝野间对此有所议论，只要皇孙兵权在握，他日又有谁敢怪罪皇孙呢？皇孙既然喜欢聪明人，那么在他面前，我也就不必藏拙了。你说李皇孙会像他的兄长们那样退出潼关吗？你猜呢？仗要是打败了，还能东山再起；可人心要是丢了，就很难捡回来了。他的哥哥们都要退出洛阳了，皇孙要是不为所动，那就是千夫所指。我猜他会退。李逆素来会谋算，他早有救出梁王之意。孙敬对梁王看守必严，要救出梁王谈何容易啊！所以确实要好好想想办法，而且要天时地利人和。不过我看这李皇孙，怕是已经要凑好天时地利人和了。天时地利人和，如何才算得上是天时地利人和？桃子，你记不记得，你曾经配过一种药？撤！何校尉，撤！校尉，校尉！校尉，营中传来急报，公子请您回去议事。情况如何？夫人忽然病倒了，印鉴无误。信使呢？信使是父亲的亲信，他在途中遇袭受伤，把信送到后就倒地而亡了。公子，主上是旧病复发还是中毒？信中没有任何提及。请公子准许我带一队轻骑即刻出发前往驰援。事关父亲安危，我与你同去。不行，大军还带着辎重，不便急行。你还是按照原计划带着大军回去驰援。再说了，你身体未愈，夜以继日的急行，你的身体支撑不住的。阿阳，我心意已决，你我一同带队轻骑先行驰援，无需争辩了。好。参见大都督，大都督安好。你那3个儿子接了你写的信之后，李俊和李来颇为孝顺，立刻就答应退兵了，还上书祈求我好生照顾你。至于那个李逆嘛，他竟然砍了郑国公的人头送过来。还附上了一封信，哼！吾非敌者，如杀父王，吾必称帝信之。李逆称了帝，自然也要追封生父为帝。梁王，这倒是一件大喜事啊！小王若有这般大逆不道的想法，天打雷劈呀！弟子害我，弟子害我呀！大都督明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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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太医叫过来，看看怎么回事。是。想法子让魏国夫人知道。是。大都督，梁王素来体弱，又有心悸之症，适才急怒攻心，有卒中之兆。恐怕此病危殆呀。 还能救吗？臣并无把握。抬下去吧。轻一点，哎，千万轻一点呀，别给颠着了，颠着会断气的。十七郎，十七郎，洛阳急报。 事后所探，林思王手下的兵马有异动，一队轻骑携重弩出了洛水，不知所踪。不对，一队轻骑携着重弩，不像是离开洛阳，更像伏杀。他们想去伏击截杀谁呢？撤！ 崔林，我倒要看看，这次你还有没有命活着出来？
真是！阿英，公子，阿英。 是李逆，李逆来救人了。什么？就是李逆！公子，走。 眼睁睁地看着崔林和何氏逃掉，镇西军可不是好招惹的。李逆所遣又都是精兵强将，咱们虽然借了些兵马，但折损过多，咱们也不好交代呀。三郎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把他带回来了？快把军中医师叫来！快！啊，那你受伤了吗？哎呀，此剑从入体太深，又有倒刺，若是使蛮力拔出，只怕会伤及经脉，会血流不止的。现下只能将剑簇细细挖出。老夫已经老了，手不稳，不敢挖呀。 没事，我懂医术，我来吧。可是此法极其痛苦，她这小娘子承受不住啊！阿英，医师说要将剑簇慢慢挖出，会有点疼，你可以忍吗？有我在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 小伟，忍着点疼。忍一下，马上就好了。快了，
没事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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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了。我来帮你擦。那个山谷地势险要，你知道对方藏了多少兵马？再说了，对方还带着重弩，你能全身而退，已经是上天对你最大的眷顾了。石七郎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。你说你好好一个武将，怎么偏偏要学你大伯那样，引经据典，整天长篇大论的？我们刚刚攻下潼关，正是谋划收复京都的重要时刻。你要是出了一点点差池，你让我们怎么办呢？再说了，那个何氏他是崔家军中的人，你为了救他这么拼命干嘛呀？谁说我是为了何氏才去救人？你不是为……我是为了救崔公子。你觉得我信吗？我觉得你信。行。你说什么都对。哎，你们不是，你们谁呀？李逆竟敢杀了我弟弟！他怎么敢杀了我弟弟？我现在就杀了你，替我弟弟偿命！夫人，你儿子竟然敢杀了我弟弟！我现在就杀了你！我们的人已及时拉住魏国夫人，太医也知道怎么说。娘娘放心。大都督到。请大都督恕臣无能。梁王惊惧过甚，脉搏本已十分微弱，更兼适才又因夫人之怒窒息良久，这心胆之气已散，药石罔效，已经过世了。我要砍了他的脑袋，给他儿子送去，让他儿子也尝尝什么叫锥心之痛。此人死不足惜，封锁消息，将那骨灰烧化，挫骨扬灰，替郑国公报仇。不，我要把他脑袋砍下来，给他儿子送去。你打我！你竟然打我！怎么了？梁王死了。什么？李逆砍了郑国公的脑袋送回来，魏国夫人一时悲痛气急，掐死了梁王。那得立马封锁这个消息，不能让李逆知道梁王已死。我只知道魏国夫人糊涂愚蠢。没想到，他竟然坏了我的大事。李逆其人，心性坚忍，狡黠多智。便是梁王活着，他也未必会退让。大都督
不必懊恼。娶妻娶贤，我就是娶错了妻子，才会痛失洛阳。虽然是这样，哪怕他一错再错，大都督也从未对他如何。想必是糟糠之妻，毕竟在你心中不同寻常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她是你名正言顺的妻子，我就是不喜欢她。你明知道在我心里，我的妻子只有你。就这儿吧，赶紧烧了得了。上头可吩咐了啊，要挫骨扬灰。是。怎么这么瘆得慌？是啊。二位大人，这棺木落葬之时啊，阴气重得很。这几日宫里几个人犯了错，被拉了出来，都是被活活打死的。所以乡老传言，有恶鬼作祟。今天死的这个人啊，衣着华丽，身上有好几种绸衣，还有那靴子，一看就非常有钱。您看看这，与其烧掉，还不如卖给我们当钱呢。你们连死人的财都敢发，怪不得总有人使银子。萧兄的脑袋想领这份差事。行吧，你们手脚麻利点啊。好嘞，上头说了，得让我们亲眼看到他烧成灰才行。二位请。快换，快换！身子好些了吗？吾非嫡长，如杀父王，吾必称帝谢之。这是你写的吧？啊？是。父，不孝子，你这个不孝子！你这属实要害死为父啊！孙大都督如此凶狠，你还想当皇上？你这是要害死我！父，那不过是为了激怒孙敬的权宜之计，为的就是要救出父王您。救出我？这是哪儿？这是潼关。自从孙敬叛乱之后，父王一直被扣在京中为止。我便一直谋划如何将父王救出。此前，通过崔家军在宫中的人手，在暗中布置，只等见机行事。好一个见机行事！你的见机行事就是给孙敬那样一封大逆不道的信，你可知道？若是孙敬一动念，我就身首异处了。父王，我知道您看到信之后，定会勃然大怒。您向来身体不好，时常头昏，我想一气之下，您必然会昏倒。
我命人用假死的药物，让父王假死骗过孙敬。等到入殓时，再李代桃僵，将父王救出。逆子，你这个逆子，你狂悖妄为！你这就是拿亲生父亲的命在做赌注，知道吗？儿子不敢。你还有什么不敢的？我看着你就生气，滚，快滚！是，儿臣告退。等父王消气了，儿臣再来看你。快滚！见过将军。听说迎回了梁王殿下，我便炖了一盅松蘑鸡汤，把油撇了去，再清淡不过。想着梁王殿下历经艰险，身心俱疲，用一些清淡养神的饮食，也可修培元气。皇孙不知道，我们小姐亲自守着小炉子，炖了好几个时辰呢。秋翠，多嘴。顾小姐费心了。将军这是哪里的话？将军是要办大事的人，忙于军务。婉娘身无一技之长，又是柔弱女流，在军中添了不少麻烦。既然迎回了梁王殿下，请将军允许婉娘来照顾梁王殿下的衣食吧。这不好劳烦顾小姐。如今父王刚被救出来，还有些心神不定，脾气也不太好。请将军不必顾虑，婉娘在家中也曾侍奉亲长，知道有恙在身，疾病苦楚，自然是会有些脾气的。请将军放心，婉娘一定能照顾好梁王殿下的。是啊，我们小姐可细心了。当时我们主公生病，都是她施及的。还请将军让婉娘略尽绵薄之力。那便有劳顾小姐了。桃子姑娘，你伤好些了吗？哦，没什么大事，最多也就疼几天。哦，哎，饿了吧？吃点东西。来，好。怎么了？面不好吃吗？汤面哪有猪耳朵好吃吗？你傻乐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面快凉了，你快吃吧。
你干嘛鬼鬼祟祟的，想偷亲我？你有什么值得我偷亲的？哎，你这个人，是我救了你的命哎！你想想，我都救了你多少次了，你对救命恩人这么不客气的吗？皇孙放心，他日如果你有性命之忧，我一定是排除万难，披荆斩棘去救你。得君一诺，敏感五内。你是怎么知道有人要伏击我们的？我得知洛阳派出了一队轻骑兵，这队轻骑手持重弩，明显是要伏击截杀。我思来想去，忽然想到你们崔家军那个崔离，他曾经找裴元商量过，要伏击崔公子。我想那个崔离未必不会跟其他人联手，对崔公子下手。对，崔离，肯定是他。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，竟然能让洛阳的人借兵给他。崔离既然要杀崔公子，那必然得找一个人，栽赃陷害，只为凶手。我近在潼关，又是镇西军主帅，不就是最好的人选？想必他也是用了这个法子，去说服我的兄长们借兵。你的兄长，他们竟会如此行事？他们糊涂愚蠢，自然容易被人利用。这世间事不外如是。崔离不也就是你们家公子的堂兄吗？不也一样兄弟戏强？不好，瀛州之事肯定更为蹊跷。公子呢？桃子呢？他们都受伤了吗？还有我的马在哪儿？你不会现在要赶回瀛州吧？我是担心，瀛州乃是我们崔家军的根本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赶紧回去。阿莹，你的伤不致命，但你们家公子可能要好好静养一些时日了。你如果执意要赶回去，我不拦你，但你要想清楚，你能不能撑到跟大军会合，还有没有余力去解救瀛州之事。别着急，事已至此，不如我们想想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公子，公子，你醒了。阿莹呢？公子放心，校尉没事，只是受了些轻伤，不碍事的。那就好。阿醒呢？阿醒呢？公子，阿醒去了。公子，你别难过，护卫公子是我们的职责。但是现在，阿醒不在了，阿醒真的不在了。公子，阿醒也不像你这么难过。我与阿醒都是没人要的孤儿，若不是公子和校尉收留我们，让我们留在崔家军，哪有我们的容身之处啊？能为公子而死，阿醒不会后悔的，我也不会后悔的。我不许你说这些话。这是在什么地方？潼关，镇西军的军营，是李皇所。是他带我们回来的。李逆，
公子，你先好好休养吧。刚才桃子给公子号过脉，镇西军里的医士也给公子看过了，都说公子伤势不轻，得好好静养。我不能待在这里。公子，事急从权，咱们得先养好了身体再做计较。此去瀛州还有千里之遥，若是公子不保重，那才是伤了根本，全盘皆失。还有一事，陈醒，还有那些战死的崔家军将士们，劳烦皇孙派人助我为他们收敛安葬。你放心吧，在你昏迷的时候，我已经派人收敛了战死的崔家军将士。我知道陈醒是你们公子的贴身亲卫，我命人给他立了碑。等你们崔公子康复了，再亲自去祭奠。阿英，节哀顺变。谢谢。好了，既然醒了，就该吃药了。桃子千叮万嘱，让我千万盯着你吃药，免得伤口化脓。好苦啊！哎，桃子姑娘，我正想去找你呢。这么巧，我也正想去找你呢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哦，这个是我给你找的上好止疼药，你把它涂在伤口上，这样你伤口就不会疼了。傻子，你忘了我自己就会配药啊？我当然没忘，只是我怕你如果万一没有呢？你上次不是说你伤口还要疼好几天吗？好，那我收下了，谢谢你啊。哦，你找我做什么？哦，我找你啊，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。你要我帮你什么忙？你尽管说，我一定帮。你们那儿有没有糖霜啊？若是有蜜糖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糖霜啊，我们这行军打仗的，厨房里怎么可能会有糖霜呢？蜜糖就更别说了。哎，你要糖霜做什么？我们家校尉从小吃了药以后啊，就不肯吃饭。这时候如果有糖霜的话，吃完药以后给他一盏糖水，他才能吃得下饭去。可是这附近也没有集市，无处去买啊。梁王已经平安到潼关了，指望太孙也能够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娘娘放心，太孙定能安然无恙。李逆已经自取潼关，想必孙敬已经心中自乱了。你看，他今日已经下令征粮，让城中的百姓每家都囤足够3月所食的粮食。看来孙敬已经做好了被围城的准备了。那17皇孙会率军围城吗？西长京城池坚固，守易攻难，李逆8成不会强攻。真希望。在孙敬召回征百越大军之前，李逆就能光复西长京。哎，你做什么去了？连午饭都没用。我刚去山上转了转。石七郎，你现在是镇西军的主帅，你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再任意妄为了。就像这次，你不顾危险去救那个何氏，何氏狡诈多智，对崔林又是忠心耿耿，这种人迟早会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的。我倒觉得，他对崔乙更为忠诚。你有没有觉得他跟崔公子之间十分古怪？有什么古怪的？
那个何氏效忠崔林，还是效忠崔乙，都是一样的，父子本来就是一体嘛。有些话我是不当讲的，但是如果我都不和你说的话，就没人和你说了。色令之婚，非君子所为。你误会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石新郎，你看我都准备好了。回头跟你说。啊？你们去哪儿啊？不告诉你。啊！公子。哎呀，慢点。哎呀，你的伤势如何了？公子放心，我没事，只是皮外伤而已。倒是你，伤势颇重。来，先把药喝了，快喝。哎呀，我的伤没关系，我们速速会合大军，回到瀛州去，好不好？不行，公子的伤势我已经问过桃子还有那些医士了，他们都说务必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。哎呀，便是养伤，也不能在此处养伤啊。你看，这是镇西军所在，李逆又扣留了你我怕他早有谋算。现在瀛州的情况十分危急，你知道的。镇西军自取洛阳，便已手握大半山河。他又对我们崔家军有隙，我怕他。镇西军不会如此行事的。你是觉得镇西军不会如此，还是觉得李逆不会如此？孙敬未除，镇西军又是秦王之师，无论如何，镇西军也不会对我们崔家军如此行事啊。孙敬已危如累卵了，东都已失，潼关已破，他的10万大军又在南征百越。李逆若剑指西长京，孙敬他除了固守，别无他法。他现在唯有进军而已。李逆若攻下西长京，到那时候，便是要取你我之首级，去胁迫父亲，胁迫崔家军。公子多虑了。莫说西长京现在是固若金汤，即便是有一天李逆攻下了西长京，他也不会对我们崔家军如何的。你这是被李逆下了迷魂汤。你难道要是崔家军的安危、父亲的安危不顾，如此一意孤行，要去轻信一个口齿轻薄的小人吗？公子，我是就事论事。公子伤势未愈，还是静心休养为上。哎呀，哎呀，公子，公子。小伟，虽然这秘制的伤药极佳，但你这伤口还是得留意，千万要忌口，不然你会留疤的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翻窗户进来啊？哎，刚刚进来的时候撞见了桃子，她又不让我带外事，于是我只能翻窗了。你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？堂堂皇孙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宝物呢，就是几张烙饼啊。其实呢，还有一碗肉想让你卷饼吃，不过我刚才在窗外听见桃子说你要忌口，不能吃荤腥，于是我就把肉吃了。你呢，就凑合凑合吃个饼吧。这饼有什么稀奇的，还值得皇孙巴巴拿来？稀奇嘛，倒也没有，只不过知道你食欲不佳，特地为你烙的。既然吃不了肉，那就蘸点蜂蜜吃吧。这可难得了，这是哪来的蜂蜜啊？下午啊，我在山边岩石下发现了一个蜂巢，于是我就跟老鲍去把它给摘了。这碗蜂蜜啊，够你吃好些天了。你养伤要吃药，吃药苦的话，你就就着蜂蜜一起喝吧。嗯。对了，我有件事情想问你。什么事啊？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
皇孙打算如何收复西长京？如果我告诉你，我一筹莫展，你信不信？我信啊，换作是我也会一筹莫展。西长京乃国朝京都，太祖征10万民夫，修筑16年，固若金汤。孙敬，当世名将，曾经3征高济，他守城的本事，可比咱们攻城厉害多了。何况攻城本来就比守城要难得多。而且，孙敬这个人冷酷凶残，几乎无懈可击。你说，我能不一筹莫展吗？现下他派大军征战百越，又派大队人马北上瀛州，其实他可用之兵并不多。那也有10万禁军，留着守城之用啊。禁军原本是天子亲将之师，可以动摇吗？当初就是禁军反了，要不然孙敬能凭一己之力颠覆朝纲，弑杀先帝，杀诸王吗？困而为之呢？困而为之，困而为之，此乃下下之计。眼下孙敬又在屯粮，以作围城之备。西长京这种城池，哪怕围上个1年半载，也不见得一定能够破城。彼时，孙敬肯定已经召回征百越的大军，来个前后夹击。到时候就算我们联手，也未必能胜此一举。如果我有一个计策可以破城，那皇孙愿不愿意答应我一件事呢？你愿意留下与我共破西长京？哼，你是想围魏救赵，以解瀛州之困是吧？如果能破西长京，或是逼得孙敬把围困在瀛州的兵马调回，那瀛州之围自解。我答应你，就算你对我提1万件事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皇孙还真是唯见眼前之列。要是我不能破城，那你就什么都不能答应我了。那倒也不是，你若不能破城，我可以答应你9999件事，但你却要答应我1件事。什么事啊？现在还没有想好，等我想好了，你再答应我也不迟。怎么这么古怪的说法？我总觉得你在谋算些什么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何相为你为难的。那我这件事也不会让你为难。